在冰河的冰桌上打火锅，好了，在退潮的海滩上赶小海，发财了！在山林深处觅绝版腊肉，好吃。精美的龙吟樱桃，可爱的迷你美食，解码美食背后民间高手走红的秘诀，老广的味道之美食博主。呼啸而来的信息时代，颠覆改变了不少行当。在吃这个最古老的行业，一群特殊的美食从业者应运而生。他们深入田间山海，收获各种美食影像，征服的是整个虚拟世界中的各种吃货。没错，他们就是用你馋虫大作而走红的人。我叫雷芳，湖南人，我的网名是于小仙。我们叫赖周国，珠海人。于小仙是我老婆。我们有420万粉丝啦！我最喜欢吃蒜蓉粉丝跟海鲜。你们要小心点啦！如果这对海区真的成为水鲜了，成为海鲜了。这个呢，又是明虾，明虾的壳它是软的。这个是老虎鱼，这个太小了，我们就把它放了。啊，我们今天的运气太好了，第一个龙虾，小青龙，看。我们今天的东西比较少，就只有一点点八爪鱼，还有一点杂鱼，反正今天很惨淡。来，谢谢啊！哎呦啊！哎呀，快点！好痛！好痛！好痛！啊，好痛！好痛！啊！不要动！好了，不要动，不要动啊！你给海上地龙的收获并不多，赶海才是于小仙和同伴们的收入来源。特别是农历每月的初1和15，是海水退大潮的日期，也是他们期待丰收的日子。这个是我们平时出海的时候啊，那些小鱼、小虾、杂鱼啊，我们就把它存起来，不用放太多，放这么多就够了。这个又是我们准备的那个地雷，给它吃的是狮头鱼哦，以10块钱一斤呢。东西要是不多，下一次就给它吃那些咸奶。啊，够了吗？你大方一点嘛，对不对？又想要大丰收，又舍不得给人家吃。在大海每次退潮时，总有许多来不及隐身的海族被遗留或者暴露在滩涂和礁石缝隙里。在退潮时的滩涂上捡拾海货，被称为赶海。台山市下川岛周围有大大小小近20个无人岛洲。冬季大潮退落在凌晨，于小仙和丈夫习惯了早早起床。好，停！停。潮水退得越高，我们机会越大哦。放那边吧。要有压力，不然那个鱼啊会冲跑的。我以前是做文职工作的，2018年的时候开始拍这种赶海的那种视频，就是我老公把我拖下水的，天天跟着他，风吹雨晒，风吹雨打。哎，词语不当。我那时候看到有很多人分享的那些农村的生活，那我们也可以分享这些出海的生活给大家看啊，是吧？嗯，是的，我老公比较厉害。哦，阴差阳错就这样子做的，做的就这样子啊。走了。哇，4个阿平，快点过来！这些海胆在这里开会，发财了。哇，这个海胆大。哎，4个，你看，你这是女儿，我这是他妈。这个海胆最少有半斤。这个是肥妈。你也不要了，放生了。感觉反而没有以前好。
现在呢，我就是每天跟着一大群的男人那里跑那里跑吧。有时候有想放弃，但是呢，回头一想，那么多的人去关注我，我觉得他是一种责任的。当我更新慢的时候，就有很多粉丝来问我，什么粉丝？蒜蓉真粉丝？我们除了吃，还有点其他的追求吗？哦。大海不仅给赶海人留下鱼虾、海胆等海洋动物，也会安排不少海藻类的惊喜。每年的1月份到清明节前，就是雪山湖最旺盛的季节。过了清明节以后，它就没有了。你看这个雪山湖，像一朵花一样。雪山湖长在那个地方就很危险的，越大浪越多的，很紧的，要很用力。师哥，回去了，涨潮了。啊？有吗？好了好了，来，给我。赶海忙累了一整晚，碰上女儿放假回家，于小仙夫妇总算能腾点时间陪下孩子。因为季节的原因，之前粉丝们购买的螺没有及时发货，于小仙临时决定边发货边直播，让网友们透过手机屏幕感受实时同步的丰盛与鲜活。这个螺都是发给大家的。其实我不想让大家去买这个螺，3斤螺的话，加上运费，加上包装，差不多要100块钱，你说肯定不划算。他的真诚与他小时候的成长经历有关系。小鱼就直播到这里了，大家拜拜。因为我呢也是得到很多人的帮助，才会变得越来越好。我以前出生的时候我就是兔唇，家里面非常的穷，也是素未谋面的人就帮助了我，然后供我上大学。我觉得这个社会真的非常多的好人。我想跟你说，陈艺人，谢谢你当年帮助我上学，如果没有你的话，肯定就没有我现在。真的跟你说声谢谢。昨天晚上放了地雷，现在去收，不知道东西多不多。还有螺，哎，有螃蟹。哇，这个上面搭了好多螺。哇，这个螺好哇，大。这又是发财了。可以有那个，哎，2个螃蟹，还有8条鱼，这个全部都是辣螺。有那些腥味的地方啊，它就往里面钻。埋放的地雷成功的诱捕到不少海货。新年临近，于小仙变身大厨，把捡回来的海货留出一部分做菜，犒劳兄弟姐妹们。海边捡的小鱼身体透亮，用盐和酱油腌制几分钟，拉到又脆，但是里面的肉呢又是嫩的，是最好吃的。辣炒小海鱼，鲜香味浓。新鲜雪山湖，适宜做成凉拌小菜，入开水煮2分钟，搅拌即成凉拌雪山湖。风头浪尖的礁石上生长的藤壶个大肉肥，白灼是首选。干杯！来，大家辛苦了，新年快乐！如果说于小仙坐标海上的美食兼顾了婉约豪放，那博主山药则纵情山野，逍遥古今，觅得隐秘山林里的瑰宝。
山药，搞笑武侠风美食博主，戴一顶斗笠，觅食于山野，持无敌妙嘴，吃人间美味儿。到了，很多人都没做过这种魔芋豆腐，我觉得我也做一个。再挖2个。我叫李君林嘛，然后在网上的 IP 叫做山药，现在我们就在拍摄一个户外美食的短视频，在这配方面，来吧，开始。老表，你要走哦！真的吼出来才有感觉。肯定的，视觉冲击才凶。可以队长。好的视觉效果来自于好的地理环境，北川县城周边的山野溪林都是山药的取景地。但三人独爱水边，这个沙滩还有鸭子，好脸上莫找我。好。我们经常会背水啊，背柴，所以在这个地方做是最幸福的。对山药和伙伴们来说，拍摄视频的难度不在于制作美食本身，而在于加入各种脑洞大开的剧情。我尽量。开始。运气不错，甩锅成功。刚开拍，衣服就湿了大半的山药，完全顾不上冻得刺骨的溪水。冻习惯了，真的冻习惯。等到冬天下雪的时候就有点冷，所以说我比较喜欢烧火。打工人没别的特长，能吃土也能吃苦。一直在成都一家工厂里面上班，这个小伙伴儿，我没骗你嘛，叫我回来拍视频，他说绝对能挣钱，然后边拍边上网继续找工作，好心酸。山药能被忽悠到辞工，源于高中时代三人同寝室结下的友谊。但在27岁的年龄，切换到完全陌生的轨道，他们的视频制作之路绝不会那么简单。回来之后，我妈都不准备让我进门了，天天穿个衣服在山里到处跑，他们也觉得你大学读4年，你回来感觉有点丢人那种。拍了无数题材都无人问津，三个看着武侠剧长大的大男孩，突然灵机一动，将武侠风格融入到自己的视频中。3个多月后，他们期待的那一天终于来了。一晚上涨了差不多600多万的流量，2、3万的评论这么多小伙伴原来是喜欢我们的。当时就是觉得这种风格应该可以火。现在快1000万了，算个小网红吧。我们几个真的是从小就是成绩属于特别差那种，做到现在真的还是挺不容易的。但让厨艺不精的山药犯愁的是，他做起菜来经常游走在翻车边缘。尴尬了，要想学做美食，千万不要看山药的。你给我烧油，你是上面的哦。菜籽油烧热，下鸭肉，丢进香料、蒜、姜，山药拿着他的神器渐入佳境。像这个竹子就非常好用，我发现它既能当铲子，还能搅。如果放豆瓣酱的时候，挖一瓢就行了。要的就是这种野生的感觉。加入紫姜、泡椒，炒香上色后加水炖煮。切魔芋，切开爆裂的魔芋豆腐，下锅与鸭肉煮30分钟。最后扔一把葱，丢一把香菜，一锅豪放原生态魔芋烧鸭就完成了。上筷子，开吃。和厨艺正好相反，山药吃起美食那是一个擅长。频密的户外拍摄来自于更新的压力，8小时的后期制作，在有限的时间里要融入武侠、美食，还要2天1更，3句1梗。山药和小伙伴们挠秃了头。就玩完这就不要，就运动模糊可不可以加点？可以。就像这种效果，那你可以再加个音效。电发不了。哎，我觉得这个评论说的太假了。他说帅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应该会，不是闹表追出来吗？
3年多博主生涯，山药他们做了400多种美食。今天刚想到一个新选题，就马上驱车上山了。进山的话，3年应该跑了1000多次了。山上那个蛇特别多，竹叶青，随时都能看见。三姨夫，你哪日的？哦，那是这样。哎，看一下好不好？哇，这么大块啊！终于找了。原来让他们兴奋的选题是农家黑毛土猪腊肉。这种整边熏制的做法，只有老北川的大山最深处才会保留。那天就煮这些，煮这家，可以拿到来哈。山油家开始会用那个白树鸭，先烟熏干了之后，再挂在那个库房里面继续熏，这样熏出来的肉它是特别香的。还好我长得高，不然你真的抬不出来。哎呦！好点，没踩中间，那个估计要断。老表，你要停止吗？切开的腊肉，肉红脂白，光彩照人。等待它的是烈火的洗礼。农村长大的山药处理起腊肉驾轻就熟，金黄的。这个猪皮一定要烧成这种，到时候才能煮得烂，也更好吃一点。处理完的腊肉先用清水烹煮，吸出盐分。做条魔芋。魔芋。对，这魔芋做的还是比较成功的。看品。魔芋流量不高，果然得给网友上大鱼大肉了。这明显腊肉流量要高些嘛？不一定，这还没出来。哇，上一片吧。煮过的腊肉，瘦肉红润，白肉剔透，趁热咬上一口，唇齿留香。好吃，真的好吃。一点都不咸。腊肉叫吃有劲道。就给他丢一点。来，兄弟，你切薄一点嘛，兄弟。来，让腊肉弄过去。后切的肉片下锅爆炒，待腊肉被高温逼出油脂，变得晶莹，放入姜蒜和本地干辣椒炒到焦香。起锅前，山药还用了一种特别的野菜来增香。野葱就是这里的一种野菜，综合了韭菜、葱子所有的优点。野葱炒腊肉，一盘真正的山野美味儿，肥不腻口，瘦不塞牙，光是看一看就口水直流了。加点姜吧。切成方块的腊肉入铁包，加入本地的野生山药、白萝卜、土豆和豆角，用柴火慢慢炖煮。三姨夫，筷子放哪的？哎，这边。炖足1个小时的腊肉杂菜包，汤汁鲜美，萝卜清甜，腊肉醇香。来，走一个啊！三姨夫，你慢慢喝。走。山林间的美食本来就是山药的挚爱，放弃大城市回到家乡，这里的山山水水成了小伙伴们的福地，大家也用加倍的努力收获富足的生活。这个就是我们常吃的菜，你觉得好不好？三姨夫，你要炫富。三娘哪吃了这东西嘛？慢些，喝多的管主要。上海姑娘曹庆的早晨是被法国男友昆汀在厨房忙碌的声音唤醒的。Baby, I'm hungry. Baby, what we eat this morning? 椒面。我们2个是在一场活动里面认识的，我是那场活动的主持人嘛，然后他做美食分享。Why you like me? I like you. I like you because you were beautiful. You were beautiful.
I mean, at the time I'm talking about. And I don't know, the kind and all these kind of things and the feeling. 就感觉吧。对，那个时候我还挺瘦的。一开始以前就是拍照片嘛，分享出去，然后每次我朋友都会啊，怎么那么好？我就在想，要不我拍视频，你试试看。One of friend asked us, say, all the ingredients I've already prepared, so when you can send us your boyfriend? I'm gonna package you today. Okay. Package my boyfriend.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款龙吟系列的甜点。龙吟樱桃。So I need to squeeze it. Don't be too high. 保鲜膜。保鲜膜。保鲜膜 ？How do you know that? 仿真水果甜点近年风靡甜品界，是兼具颜值和美味的网红选手。制作过程足足要耗上2天。不过，再难的甜品到了昆汀这儿都不在话下。之前的时间呢，他也是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的米其林3星的餐厅是卢布松，以及伦敦的文华东方酒店，给全世界喜欢美食的朋友，就是一起来分享好吃的。When you think about it, but there's lots of technique. But every single components, when you think it's easy, it's just the put together that is a little technical. 其实，巧手昆汀原来的职业规划是工程师，可临近大学毕业时开摩托车受伤，让他不得不在家休养了大半年，这也成为了他接触并爱上烹饪的契机。Now it's perfect. People, when I was young, told me, "Oh, you're gonna finish a chef. You're gonna be a chef." And I said, "No, no way. I will never." Okay. I spend most of my time here. If I could put a bed here, I could definitely sleep. 他是一个很严谨的人，烘焙讲究刻度，各方面都很严谨，他觉得会更适合他一点。好啦，现在我们的樱桃心已经做好了，要放进冰箱冷冻1个晚上。明天见。3, 2, 1，龙吟樱桃。I did a good job. 制作甜品14年，现在昆汀在中国的主要工作是帮一些品牌做产品研发，每天在厨房里一待就是12个小时。Basically, I got this idea of making interaction between like little miniatures and a dessert and make them work together as a unit. I'm a grown-up kid too. I like to play. So this is what actually I did. I played and make them like those snowboarders, you know, going down the slide and stuff. So because it's all with imagination, how you create things. Daddy, I'm hungry. Me too. I'm cutting the video lah. Ça va, you can make me look beautiful. Okay, enjoy your watermelon. What? 白天我们拍好以后回去，我一般先是把底打好，就是剪好嘛。早上醒过来把这个录音全部都重新录一遍。分享法厨男友制作的美食半年多，曹庆收获的粉丝已经超过40万。我还有一个粉丝，就是连着每一个视频打卡，打到现在就是14次。也有些人会说你声音太做作，直到有一次就是我收到一个粉丝的私信，告诉我他本来有抑郁症，听到我声音他觉得很开心，就很治愈。然后他说以前如果没有看的时候他会失眠，
碰到那个女孩子以后，我就决定就这样子陪，反正有人快乐就好了。除了工作和拍视频，两人最大的爱好就是去中餐厅吃饭。最近，昆汀更是迷上了粤式烧腊。Good. If you try to make some Chinese food for yourself? I tried, but I never tried this one. I never tried the so-so's chicken. You want to I try? want to try it. No? Let's try. 豉油鸡的美味儿激起了大厨的挑战欲望。回到自己的美食基地，昆汀迫不及待开始了豉油鸡的第一次尝试。就算是做中餐，昆汀也融入了他的严谨风格。他专门制作了一份食谱，并严格按照比例来调配。Because I didn't know how to do, I learned the basics from a food program online, and I tried to identify what they use. And after I made my own recipe, such as like a different a blend of spices that I thought that was very interesting, made it better in terms of flavor. 经过3个小时的研制，豉油鸡做得有模有样。追求完美的昆汀还给豉油鸡准备了一个亮架。The taste of the sauce is very, very delicious. I really mastered it. And the chicken is juicy. But sauce is so good. 好吃吗？好吃，最快。You know, all of this fat, it's my favorite. This skin, the texture is so good. You know, use Chinese words is 这个皮很有嚼劲。You say 嚼劲。嚼劲。Yeah, 嚼劲。Yeah, this is a very good texture. 数不胜数的中国美食，也是让昆汀舍不得离开中国的原因之一。未来，他们希望学做更多中餐，将中法美食完美融合，碰撞出更多火花。坐标西安，这座美食视频拍摄者的打卡地。这里小吃琳琅满目，制作精良，孕育了不少隐匿于闹市的美食制作高手。有个年仅8岁就拥有360万粉丝的西安本地吃货，和同龄人不太一样，他泡在厨房里的时间远多过书房。小鱼，咱俩吃完泡馍吧，好长时间没吃泡馍了。吃啥泡馍嘛？明儿放假给你走。不是西安人家泡馍给你一牛肉不错吗？咱们能多点。呀，原来俺小鱼是这样子。小鱼的底气来自于真手艺。每到周末，他不在各种课外补习班奔波，而是给全家人做饭，已持续2年时间。从一开始给妈妈做饭打下手，偶尔炸炸厨房，到现在和面、擀面皮、切菜、炒菜，样样精通。咋有的啥？你在擀面呢？为啥擀面？你昨天不是想吃泡馍吗？跟你说。妈呀，那这多的肉，这牛肉吗？羊肉？羊肉。羊肉呀，我最爱吃的，抱一抱。呀，我抱一抱。作为地地道道的西安人，小鱼擅长的是一切面食的制作。待小鱼驾轻就熟地处理完泡馍饼，香喷喷的羊肉也就炖好了。爸，帮忙！来，弄得早上那么弄好，不然饿的。哎呀，这馍可以吗？小鱼每次做饭，妈妈都用手机记录分享，既馋坏网友，也惊到其他家长的。你看看人家。可以哈。哎呀，王生。你可以啊。背馍。刚背少点，记熟了吗？是。忙活了1个早上，终于把泡馍的配料备好了。最后只需在锅中加入熬好的羊肉汤，中火滚上1分钟即可出锅。差不多好了，有。哦，我给你倒。哇，好了。开饭了。
端。这个多。哎呀，给我端了一个最大的碗。小鱼端最小的。好吃不？好吃。油太多了。肉烂挺，比外头的好吃的多。就是的，小云呢，明天礼拜天再去趟游乐场吧，把月跟叮当也约上，好不好？我要踢球。你要踢球啊？让他们来做点吃的吧。做寿司。好主意。这个主意好。小鱼出行定有自制便当相伴。为了加强运动补给，他拉上妈妈去市场选购做寿司需要的材料。没吃早餐的小鱼来到市场的第一个任务，便是先伺候好自己的胃。啊，我吃饱了。吃饱了。那你去买食材还有东西，那你自己能搞定啊？能边吃边走，还要把钱给我了呀？哦，对，我忘了给你钱了。你让给人家笑呀？哦，对，我没让你给人家笑。哎呀，你给人家笑，人家也不行，都要给钱的。省着点花啊。小鱼。小鱼午餐肉几块？给13。小老板，给我找了。黄瓜咋卖？黄瓜3块。正是因为鱼妈懂得放手，让孩子在兴趣的路上走得更远，小鱼对买菜做饭这种生活琐事才会如此感兴趣。那个前面那个苹果里那个8毛1斤。8毛1斤？你不去看，我让你去看。那咱们去看呀，看到底是不是真的便宜。回到家，小厨师系上围裙，就开始备料做寿司了。首先来个绝活，煎鸡蛋。不少网友怀疑小鱼是否真的会做菜，这娴熟的刀工可骗不了人。会这样会更好吃。我给你吃呢。我感觉有点不想吃。告诉他们说，小鱼哥哥还能手噗噗。在这儿应该。这东西我都觉得放到桌子上面，吃的东西嘛怎么放？呀，小手这么有劲儿，哎，好解压。哎呀，我尝个米，看不错哦。这样，妈拿吧。谢谢。哎，干嘛？坐起来，起来，换衣服吧。换衣服在，我把这收拾一下啊。OK。快点。快走。我要玩第一个这个。很多粉丝说鱼儿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是个暖男。说我教得好，其实小鱼私底下和其他孩子是一模一样，特别淘气、调皮捣蛋。我和小鱼的相处方式就像朋友一样，他爱做饭就让做呗。我觉得孩子小的时候能过得快乐最重要。干杯！干杯！来，好吃不？今天是2020年的最后一天。小鱼一家正忙碌地筹备今晚的跨年聚会，而鱼妈和往常一样开启直播，和粉丝们分享生活。跟大家打招呼，快！这么多人想要看，这个是灯光啊，特别亮。给大家说，叔叔阿姨新年好！叔叔阿姨新年好！来。小鱼回来后一刻也闲不下来，知道弟弟妹妹喜欢吃甜的，便准备做糖葫芦。哎呀，这个纯山楂的，给爸爸。好的。另一边，丰盛的晚餐也已经准备好了。妈呀！哎呀，你怎么趴下？别看。这是没得的。那叫啥？好香，好香。在游乐场长大的小鱼喜欢做饭，开明的妈妈觉得孩子做个快乐的小厨师就很好。她顺水推舟，用手机记录分享小鱼生活的点滴，不经意造就了一位小网红。
不论小鱼将来是否成为大厨，他与众不同的成长时光已然是童年最特别的财富。童年的经历同样深深影响着一位80后博主，他把怀旧主题饭店开到自己家中。特别的是，饭店只有不到1平方米，每天只招待1桌客人。老板，我要2个肉夹馍。请稍等，先喝杯茶，吹吹风。好的。这个啊，就是我去年开的芝麻小饭堂。然后你现在看到的所有的食材呢，都会比正常的食材要小，大概10倍左右。我烹饪用的厨具啊，一看也只有正常大小的1/10，是不是挺有意思的？这么小的食材要多少份才能吃得饱呢？蜗牛，100份够吗？蜗牛。呀，因为几年前我偶尔看到袖珍食物的影片，当时就觉得太震撼了，觉得特别的治愈。结果一开始做这个迷你食物就停不下来了，然后就干脆辞职专门做这个。就在这就可以了。看看味道怎么样？我觉得是真的香，真的成功了。因为小时候印象最深的也是家里的厨房嘛，然后我就想，那我能不能把家里的厨房还原出来？这些像是从小人国偷来的食物，究竟是怎么做成的？其实经常有网友问我，这真的有那么小的食物吗？那我今天就带大家看一下我的冰箱吧。它这个是芦丁鸡的蛋，在鸡蛋里面是最小的了。这个小香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特别像这个大香菇？它这个叫蟹味菇，就是它这个头部跟我们平常吃的这个香菇特别的像，就做一些十字花刀，这样子的话就更形象一点了。网友也很好奇，就是小青菜是哪里来的？大的部分我吃掉，小的这部分就用在我的迷你厨房里。这个小鱼小虾都是可以吃的，觉得它的大小很合适啊。就我自己拍的，几乎每一个都是拍2、3遍以上的。有时候忙了一天，就到最后一步它就翻车了。越小的东西，它的火候啊或者时长啊，你越难去掌控它，它特别容易糊锅粘锅。哎呀，天哪，这个蛋好丑。很多网友给我留言，就说这些东西是不是在网上买的？其实场景还有家具啊，都是我自己制作的，窗户啊、地板啊、桌子呀，还有一些小木铲呀，木制品做的还是比较多的。视频中一些简单的厨具出自徐静之手，工艺较复杂的厨具，作者则另有其人。离杭州200多公里的上海宝山区，藏着一位对袖珍艺术品有着同样执念的手艺人。在机缘巧合之下，两人互相观看了视频后，成为了好朋友。在他的帮助下，徐静的迷你厨房里增添了许多精巧的道具。我的绞肉机做好了吗？快做完了，就差组装了。这个是粘粉的，然后这个是绞肉的。粘粉啊，就是大米啊，那些都可以啊。对。哇，这个是装豆浆的那个吗？就跟我小时候的一样哎，就是这种绿色的小桶。对啊，保温桶。好精致啊，你做的。装好了，可以试一下。嗯。这个是调节面粉的粗细。先磨大米是吧？对，就直接可以磨。芝麻什么也都可以磨的啊。可以啊，没问题啊。哇，这个真的好细啊，比面粉还细。汤圆啊、饺子啊之类的都可以做。准备过年用它来做那个汤圆。只有在幽静的大山里感受自然，徐静的心才会沉静下来。这个石头就是用到我的那个小池塘里啊，就可以养一些小鱼在里面。
在生活中寻找灵感是徐静最喜欢做的事情。我制作的灵感都是来自于童年的回忆，这是我按照1:8的比例还原老家我住的那个房间。还有这个挂在墙上的小照片，也都是真实挂在家里的老照片缩印的。徐静不断开发新的场景，公车站前摆摊的小店，校园的食堂一角，凭借一双巧手和无穷的想象力，烹饪指尖大小的袖珍食物，制造出更多怀旧的微型场景。今天，徐静的闺蜜带着小孩来家里做客，她要赶在天黑前把孩子最爱的蛋糕制作完成。哎呀，你们终于来啦！饿了吧？我们今晚吃火锅。这菜你们帮我准备一下啊，蛋糕我来搞定，好不好？哦。好的，加油啊！哎呀，不要乱了。手巧的徐静，半个小时的功夫就把3个蛋糕做好了。迷你的太迷你，你们的迷你蛋糕来啦！咬我一口。甜不甜？好不好吃？甜。你在笑什么啊你？在网红4.0时代，人与人的连接变得非常便捷，各类素人通过一线之连、一屏之隔吸引粉丝，将自己变成红人、达人，活在地球村的精彩中。但推助他们走得更远的，往往是专业、真诚、热爱，以及不停摆的努力。广东卫视美好生活倡导者。